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30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英伟达又出现了买点，上次回调买入成功，这次会不会有第三波的行情产生？蛇口买入上涨，是趋势延续还是一次反弹呢？有个压力，大家要注意。美股回调启动新高之后，风险信号再次出现，注意移动止盈的设置。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31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次美股的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市场观察。技术分析上，我们上期的观点做一个回顾，而后看一下日线风险信号是如何产生，又如何设置它的移动止盈。最后呢，还是要讲一下15分钟的变盘时间。下周一的时候，要在日内关注哪些时间窗口。而后对于指数分析了解完后，我们来看到个股。个股上呢，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Huawei、谷歌、微软、MSTR、蛇口、礼来、MD、英特尔、APP、SOXL、Met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UY、LIT、SOFI 等以上的个股。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因为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一般视频时长会偏长一些。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大家都有兴趣完全的观看，所以也把所有的内容设计了一个时间轴，大家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做一个跳转观看，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观点回顾。我们上期视频讲到了哪些观点？那么在周四的盘前视频当中，我们所讲到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牛市缺口的一个特征，就是一旦产生缺口，如果它的一个趋势强劲下保持趋势的一个稳定，那么它的特征将会维持。那么什么叫做一个上行强势趋势，或者说牛市常规的一种缺口特征？那么它有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它有很大概率会产生上行缺口，而很小概率出现下跌的缺口。比如说本次启动以来，是不是在一个上行趋势强劲的行情当中，它基本上都是这种蓝色的向上跳空，而基本没有向下跳空，哪怕偶尔呢有跳空下跌，但是这种缺口啊，它在收盘时就修复了。好，这种是第一种特征啊，目前为止也没有形成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而第二种就是出现上跳缺口的频率除了很大之外啊，它出现这种向上跳空缺口也基本上不会去回补，就回补的情况，回补的几率也很低，而上缺口将会产生一个支撑，这是第二种情况。那第三种就是它不是说不能回补这种上缺口，而是一旦回补，那么它基本上就会产生低点，或者说就会有明显的多方进场。比如说之前这一个缺口，回补之后啊，市场呢立马出现了一个低点，而后出现上涨，甚至连阴线都没有。这个缺口也是被回补的啊，它可以被回补，但回补之后，它依旧有多方立刻进场的行为，所以这个地方啊，它也是有多方缺口的一个表现。包括这个缺口啊，也是曾经出现就回补了，但回补之后虽然收阴线，但整体收阴没有收盘跌破这个缺口。所以也是一回补就见的低点啊，所以刚才所指的这3个缺口都是被快速回补的缺口，但不代表呢它们就是一个多方走弱，它只要后续能够止跌，那么启动，那么其实都还是属于正常的。所以当下呢，我们在本周周二的这个缺口产生时就要注意了，只要这个缺口后续依旧不被回补，或者说它回补之后依旧能够见低点，那么这一个上行强势的趋势就依旧维持，那么不会有太多的风险，所有的回调呢就依旧还是短期回调。所以一个纳斯达克指数强势趋势终结的特征，一个中期调整的产生，大概率呢会由一个缺口开始走弱开始形成。所以如果你发现在临近缺口出现明显的收阴跌破而不能够止跌的时候，这个时候中期的回调将会产生。所以我们可以关注最新的本周周二产生这个缺口，这是上期视频周四盘前视频所给到的一个观点，而当下呢是还没有回补缺口啊，这个缺口也是没有被补的，所以依旧可以把这个作为关注，除非再出现一个向上跳空啊，我们再去把最新的缺口作为关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做日线的风险信号。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需要用到我们所常规使用的趋势识别的指标上海趋势图了。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就是市场当中的上海趋势图表所显示的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
只要您是我们的频道订阅观众，那么阿哲的粉丝同学，那么基本上都有用过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提醒，就是风险和机会的短线 K 线颜色啊。如果市场出现的是这种蓝色 K 线，那么就说明它在本级别图表短期容易出现反弹或者说上涨。当然，它这个信号条先消失啊，而后才容易出现这种反弹。所以蓝 K 之后呢，容易有反弹。当然，如果趋势是比较好的话，它容易是一些回调低点。另外一种就是风险的提醒，在本级别图表，如果你是15分钟，那就是15分钟的风险；如果是日线，就是日线的风险。那么现在，比如说出现了日线这种黄色的 K 线，说明在日线图表短线这里将会产生一个风险。一旦它的信号消失，而后伴随相对强劲的阴线产生，那么市场容易出现短线回调。所以每次呢出现黄 K 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开始要设置移动止盈了，你的利润开始要注意。所以当市场出现上涨时，如果进入黄 K， 开始注意这种地方容易是一个短线过热的情况。一旦黄 K 消失，容易发生调整，而调整的力度有可能是一个震荡，有可能是一个短期回调，甚至有时候会引发中期的高点，这个跟它后续的趋势走向有关。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看到黄 K， 你可以把黄 K 低点做个防守。如果没有效跌破黄 K， 那么说明它调整，但它的风险不大。所以当下我们来看到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它属于日线级别黄 K， 所以日线就有风险存在。而日线的风险产生在这里，我们就要开始设置移动止盈了。怎么设置呢？就要关注它的风险出现的力度如何。如果在周五的 K 线这一天设一个防守位，下周一如果延续黄色 K 线，并且低点抬高，可以把防守位往上抬高。而当黄 K 消失时，并且伴随阴线跌破锁定最高的那根黄 K 的低点，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个移动止盈，开始减仓的策略。当然，如果保持黄 K 向上，并不出现有效的跌破阴线，那么在右侧角度，这个风险信号就会延续，那么移动止盈就相对抬高。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也会有很多个股出现了黄 K， 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哪些个股，如果你手中持有，依旧可以呢去进行一个设置，去识别。那么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相对能够有所帮助。如果老同学听到这，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支持。当然，同时如果您时间相对宽裕也可以在观看视频后，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评论阿哲看到也会很开心。不过阿哲的视频当中，因为平时时间的限制已经是讲了比较多的标的如果您手中也有一些股票呢，阿哲是没有看到，您想要阿哲帮忙看一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都是可以的。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甚至没有订阅阿哲同学也都可以。不过如果听到现在，您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是有所帮助的，也可以呢在视频底下点击这个订阅按钮。那么点击之后它会显示一个已订阅，那么就说明你已经成功订阅阿哲频道。那未来呢，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那么阿哲每一期视频更新的时候您就可以及时的收看了。同时对于订阅粉丝同学，那么阿哲呢也有一些见面礼，比如说刚才所讲的上海区域图，您只要是订阅阿哲了没有安装过的同学，您都可以去找助教去领取去安装。那么您手中的股票呢，哪怕阿哲没有看到您也可以私下用这个指标去看一下手中股票它是有蓝色 K 线还是黄色 K 线是风险还是机会，就能够一目了然。那怎么去找到助教老师可以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了，然后跟他说一下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不知道怎么去安装这个指标，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是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对于跟刚才所讲的指标趋势的分析、缺口的分析都有所不同，它有点偏向于预测方面，也是阿哲呢每天盘前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我们也会提供一些盘前的广播，那么阿哲一些盘前的观点，那么也会在广播当中去提及。而在盘前广播当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写到了纳斯达克指数日内的变盘点，在15分钟图表，阿哲认为日内容易产生高低点的窗口，容易出现机会和风险的窗口在哪里，会在盘中写出来。比如说在5月28号的盘前，阿哲给到变盘点是9点45分和1点，而实际9点45分呢是开盘第一根 K 线的阴线下砸，如果是下跌中产生，一般变盘点大概率为低点，而上涨中产生的1点大概率为变盘高点。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风险和机会的大小识别。
当市场出现下跌时，如果是变盘低点，它的情况可能是下跌反弹，也有可能是下跌后的上涨，也有可能是上涨后的回调低点。所以这里要去识别一下这种高低点是否有价值去参与。一般来讲，我们也喜欢用当天去判断。就当市场出现低点变盘时，最好能够有反包阳线的产生，而如果有变盘高点产生之后最好有反包阴线出现。如果你发现变盘高点出现的时候，它连相对强势的阴线都没产生，一般来讲，这种高点容易是回调。而如果下跌时出现这种变盘低点后它哪怕是大阴下砸，可能快速都有阳线出现，这种低点一般就相对有行情。那么像9点45分昨天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高点以及呢反弹的高点，还有一个下跌回调的2点的一个低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变盘时间的一个作用了，它可以佐证我们在市场当中一些交易时最好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在低点时可以做多，而高点时呢以高抛为主。那么下周周一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依旧是9点45分开盘第一根 K 线，如果是上涨遇见，小心会是高点。当然最好伴随有明显的调整阴线产生会好一些，下跌时产生呢就将容易产生低点，那个时候也可以做日内低吸的操作。那么希望这个变盘点也能够帮助到您。而其他的变盘点，到时候阿哲会在下周一盘前广播当中把所有变盘点都写上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的同学，那么也可以看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不过在此之前，阿哲要把我们的4重订阅粉丝见面礼给大家去完整的讲述一下。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这一部分呢可以详细听一下；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可以跳过这一部分，直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个股解析环节。那么对于我们新订阅同学，您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注要之后呢，您不只可以领取到上海契约图以及盘前广播，同时还有一些知识类的一些礼物。阿哲相信，如果您点击订阅阿哲频道，肯定呢是对于学习是认可，并且希望通过对于技术分析的掌握来去优化交易，或者说去实现一些利润。所以对于技术分析，如果您目前还不太了解的，阿哲也准备了一些内部的精品课程和直播，分别呢是技术分析方向和美股期权方向。如果您时间充裕，可以两者都去学习。他们分别是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早上10点，以及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下午5点。那么对应的课表，那么阿哲也发在这里了。这一部分是对于技术分析的课程的内容，如果您对期权课也感兴趣，都可以去找助教拿一下我们下周的期权课程的课表。我们下周会讲到的技术分析的主题是叫做顺势交易掌控方向，依旧呢是研究趋势的交易内容。如果对于趋势您目前有所了解，但无法应用，或者说在交易当中呢懂得看趋势，但不知道怎么去买卖和优化您的一个收益，那么都可以呢在下周课程当中去得到一些方向和解答。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同学，还没有参与过我们内部课程学习的，都可以在下周去参加。那么除了右上角之外，阿哲也把朱老师的联系方式放在了底下视频的评论区置顶评论当中您也可以找到助教。那么希望您在订阅阿哲之后，就能够快速的掌握一些内容，快速的有所进步。第二部分开始个股解析了。第一部分讲到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呢，目前依旧是一个波段趋势的延续的判断，价格走势突破了一个个的压力，价格不止走过了之前关键下跌时的一个压力，同时也站上了我们的通道线。这个通道线呢，当前是再做了一个回踩，而回踩时伴随长线的产生，说明这通道的支撑目前还是有效的。之前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调整？我们是说过这里的缺口，正常下跌的缺口被回补时容易有空方进场，而上行的缺口被回补时容易有多方进场，而多方的力量和空方的力量取决于趋势。上升趋势当中肯定是多方缺口回补时产生的多方力量占优，而空方产生的缺口，它所对应的回补时，空方的力量会相对的较弱。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哪怕是一些下跌缺口，只要是多方强势，其回补时它也不会说见到特别强势的下跌但是这个地方它就是有一点点空方冒头了，所以这里也要去防范一下，因为这里有一个缺口是多头的缺口，向上跳空缺口，回补之后把左侧的空方缺口回补了。那么出现空方力量之后往下回补了向上缺口，那目前就是一个多空的短线博弈了，就看一下空方力量较强还是多方力量较强。这个地方不能够允许有一根阴线实体跌破这个缺口，而目前缺口回补之后呢，确实也有止跌的迹象，所以下周呢，特斯拉得要干嘛？得要止跌启动，
这样的话就说明多方依旧强势，缺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空方只是一个回调，而多方回补缺口可以立刻启动，那么就没有任何问题，特斯拉的上涨趋势就会维持，那么新高下周就能见到。而如果它不能够在回补这个缺口之后快速止跌收阳，而是继续收一根阴线把这个缺口给填掉，甚至呢破多一个低点，那么这里就意味着前方空方的力量是比之前的空方要强啊，这里就要小心了。一旦这个通道被跌破，那是要开始减仓的，预防呢这里走震荡。在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些规律，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表中的一个特斯拉日线图。当下呢，它其实是没有一个黄色 K 线的风险。像之前这一波上涨到了黄 K 之后出现调整，这一波上涨到了黄 K 消之后出现一个调整，当下这一波它是还没有出现黄 K， 所以它的风险性比很多个股还是相对弱了一点，但也说明这一次上涨它的力度是没有之前那么强因为黄 K 是一个强势的表现，没有进入黄 K， 说明它没有一个超买的一个风险，但说明它这个上涨也相对普通寻常所以不是说黄 K 就不好，或者说黄 K 就好，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一个技术分析，所以我们需要去佐证需要去判断。目前呢还是稳定的紫色飘带，紫色飘带说明是一个中短线趋势是良好的一个表现，所以只要维持紫色飘带，那么交割走势的趋势就还是一个正常的，只是有些飘带可能是短线上涨，有些是一个中期上涨所以我们去跟踪它的飘带的一个时间。那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发生震荡也是正常呢？因为从往期的一个价格走势的表现当中，它的规律加速之前容易有震荡的趋势，特别是在一波中期调整之后，我们之前讲过，这一波中期调整如果结束的话，其实后续推动紫色飘带上行是容易产生进一步的新高走势的。因为曾经的特斯拉就经常会这样，在走出一波相对的中期上涨之后，它容易出现中期调整而后重新转为紫色飘带的时候它不会一次性就拉升，而容易在某些关键的位置龙门线附近产生震荡收敛盘整这种格局，包括之前这一波启动也是的，龙门线附近产生震荡盘整，站稳这个白色线就是中长线的支撑之后，才出现一波加速启动。那不管是当时这一波加速，还是这一个行情的启动，其实都有这种特征。所以当下呢，也还是一波中期调整，而后在龙门线附近出现震荡所以这个地方出现震荡我们是觉得，所以在这附近出现震荡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这里直接走趋势，直接启动概率会比较小。不过在这附近呢，我们也可以相对应的收集筹码。所以只要它不去跌穿这个飘带呢不转为黄色带不有效跌破这个龙门线，那么在此区间附近的震荡是允许的。那刚才所讲的减仓行为，它只对应短波段的操作，就比如说上涨一波回调一波，我们做的操作这个短波段操作如果跌破是要有所止盈，中期的筹码在这附近是可以去持有的，除非有效跌破龙门线或者说飘带。那怎么算有效跌破未来有跌破我们再说之前的这一波跌破我们说过为什么无效如果是没有听到这一个判定的后续再出现这种行为我们再讲。所以当下的特斯拉就是一个稳定的走势，目前方向依旧是看涨，而不出意外这个地方目标应该还是更高的高点所以这里呢算是一个中期可能产生底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也算是一个趋势强势的走势，甚至呢比特斯拉更强劲但是这种强劲走势它也有可能伴随空间前期就走得太远，所以导致后续的空间会变少，这是一个担忧不过每次出现回调买点时，短波段依旧是能够去做的。前面这里是走过一波短波段的一个回调买点，而现在这一波呢，同样也可以作为短波段的一个回调买点。这个回调回踩的是前高的一个突破，而当下在这附近也确实有止跌反馈，但还不是很强，所以还留有一些余地。那么这里具体的交易方案呢，我们需要看到上海趋势图。那当然了，我们刚刚所看的图表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个九转在出现的，所以根据九转去看一下止跌的时间也是可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表，它是不是出现了蓝色 K 线消失？蓝 K 消失的地方容易产生反弹，因为它是一个短线周期的超跌，而超跌容易干嘛？引发市场的一个反扑。这种反扑在空方趋势下，它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多头的挣扎，
所以它容易是反弹。而如果是在多方强势的情况下，它不只是多头挣扎，很多时候是一些回调的低点再次吸纳多头资金的一种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所以当下呢，我们之前通过这种紫色飘带、上行趋势、蓝色 K 线把握回调买点的逻辑，目前再有紫色飘带，依旧也能够以这个逻辑去作为交易。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上涨回调的买点，也是趋势的一个经典的交易方案。那目前这个紫色飘带出现蓝色 K 线可以构成买点吗？它是可以的，只是没有上次那么果断。因为上次出现蓝色 K 线之后，它的仿包是很强势的启动，而当下有点墨迹。不过它已经出现了左侧买点。在盘前广播当中，我们其实是讲过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最好的一种右侧的买点是完全把这一个蓝色 K 线给仿包过去，但目前它没有，所以它有一点点不太好的迹象。这一根阳线可以作为买点，但是左侧的，所以仓位呢要少一点点。我们要预防二次的买进，二次加仓最好的是有一根强阳出现，这样上飘带是最好，而后去做这个买点会更加求稳。那个时候作为右侧的加仓，而当下是左侧的买入。这根 K 线不太漂亮，老实说如果要选择这个买点，还不如晚一点再出现阳线再买入。但提前召集的同学，这一根阳线是可以买入的，买入之后以前方这一个低点作为防守，跌破就要止损。所以我们当下呢可以关注一下飘带的上沿，飘带的上沿是 217.97， 如果收阳线站上，则是一个非常标准右侧的回调买点，就跟前期一样。那这里呢它没有收盘站上所以呢上方飘带好像还有一点压力的反馈，所以当下这里呢就是小仓位买入，而后等待加仓信号，而防守位就是前面蓝 K 的低点是 208.78。以上是对英伟达的一个判断，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以太坊、比特币。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看法，那么阿哲呢还是老样子就是中长线的下跌通道，而后短线来看是看反弹。不过目前的以太坊呢是走了一个九转下跌之后又准备走新的九转，所以这个地方它还没有构成一个大的背离。就中途呢它的这种背离，什么叫背离这个地方如果要再解释的话，可能会有点费时间。所以如果新同学不懂什么叫背离，我们未来再专门找时间去讲。现在呢就简单说一个观点，就这一波以太坊的下跌最好能够干嘛？跌破之前这个低点，这个低点所对应的比特币的低点在这里所以当以太坊跌破这个低点时呢，比特币是不会跌破这个低点的。这种其实就是一种下跌背离，下跌背离意味着市场有机会产生低点，而如果在出现这种破位之后，以太坊又能够形成九转，然后反包阳线出现，那么这种地方将会产生的是两个货币的背离，而后价格出现了短线超跌进场机会。当然做多的话呢，就选择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是一个上涨回调，甚至呢也就刚刚到1/2的位置，所以从价格多头表现来讲买比特币的多头肯定是比买以太坊要好如果说比特币是回调止跌，那么以太坊肯定就是超跌了所以做多做强势，那么肯定是选比特币的多头和反弹之后以太坊的空方。就类似于前期市场比特币在上涨的时候，然后以太坊同样的高点是吧？比特币呢是在不断新高，然后以太坊呢是不断的在走低。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讲过，空方机会你要找肯定是找以太坊而不是比特币所以你会发现比特币跌呢就比较看剧，而以太坊跌呢就比较顺畅所以这是同一个逻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的地质标的是扣位。目前所看的是扣位的上海趋势图，扣位呢它目前也是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不过它这个黄 K 呢要注意因为它处于龙门线中长线支撑附近的向上，所以这个黄 K 等一下要好好说一下。黄 K 本身代表一个短期风险，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了很多次，所以当时这个黄 K 跌破时，我们提醒过要把这个蓝 K 突破的一个利润做一个短波段的止盈，是吧？因为你是蓝 K 进场短波段看涨，那么自然可以因为黄 K 跌破而短波段进行减仓所以这种操作是 OK 的。所以蓝 K 产生时呢容易有低点，那黄 K 产生时呢容易有高点，风险回调。所以每次黄 K 出现时，它不一定是最高点，但是一旦它消失，它的风险你是要有所防范的。所以蓝 K 容易是底部阶段，或者说是中期反弹低点阶段，而黄 K 容易是高点阶段。只是这个黄 K 后的下跌的力度这是无法去完全
跟踪或者说提前判断的，除非你对结构、对于趋势很了解，甚至对于股票的股性很了解，才有可能做到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那么阿哲呢就不费太多话。好，这个地方来看到，因为它的结构是干嘛？现在是一个破了左边低点收盘跌破，只是不是很有效啊。所以这波反弹呢，它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破位无效之后中期止跌，然后结构性震荡的底部，然后往上看新高，可能性是有的。所以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地方作为中期买入是 OK 的，因为结构是有机会这么走的。好，另外一个就是走弱，因为目前的反弹这黄色飘带，黄飘带说明它中短线是不好的，所以中短线不好，如果我们看中线以上的低点，那就要这个地方能够突破飘带。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中长线究竟能不能看涨，还是说中短线回调影响中长线趋势的一个关键点。一旦这个地方的黄色飘带反弹真的是形成很强的压力，而黄黑棒槌跌破，那我们就很危险了，就说明这里是一个破位反抽，再往下准备破位的一个动作。而只要这个地方破了啊，那么这个结构就坏了，那么价格走势就会因为中期的回调而导致中长线继续走空，那么这个地方的中期底部形成就失败了啊。所以这个结构呢来到一个相对关键的地方，我们要设好防守位。中期的筹码可以用这个龙门线去防守，如果跌破阴线，直接收出比较明显的下跌 K 线，那就不太好啊。所以这里最好不要破黄 K， 而是继续往上维持黄 K 而突破飘带。后续回调时能够回踩飘带，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没有问题，我们直接呢去后续推仓位就行啊。所以这里是一个相对的节点，它究竟是一个震荡箱体准备向上推，还是说它是一个破位形态啊，走一个头肩顶？那么这就是要去后续关注的一点。龙门线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呢？龙门线在 98.591， 然后上沿的飘带是在 113.915。现在这股票我们来看到谷歌呢，它在走出蓝 K 之后，它其实就是这种状态，就有时候只带蓝 K 啊，它其实可以算作是有一个机会的。但这种机会点，阿哲老师跟他去讲，就你一定要对于 K 线有一定的看法，就是你的买点如果越是严格，你的胜率越是会高；你的买点越是轻松，越是宽松，那么它自然而然它的胜率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刚才讲到特斯拉，所以刚才讲到英伟达也是一样的，就这个低点呢，它是低点，但是它究竟是反弹低点，是一个真正的回调低点，是有待考量。所以如果蓝 K 之后就直接买，你会发现它是个反弹低点，就也是低点，但是可能没有什么利润。所以分析归分析，交易是另外一回事。就我分析这里是低点，后续看到也没问题，是一个反弹低点，但它并不能够对交易带来什么利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严格规定我们的一个买点，如果可以执行的话，尽可能是在收阳站上飘带，而后不要有太多长上影的时候买入，会更加高胜算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啊，也可以算是蓝 K 反弹之后再下破，那么这里就延续看下跌，而飘带的跌破一般在第二根的时候会产生新的支撑啊，到时候我们在下周二的时候盘前广播，那我们在下周二的时候，阿哲的视频到时候再去跟踪。目前呢是一个破位现象啊，趋势呢肯定是往下看中期回调，所以这里呢做多就先不着急，继续关注。而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SFT 啊，微软呢算是等了很久啊，终于出现了一个由底下白 K 往上反抽到龙门线的一个反弹。这个个股我们在很久之前啊，应该2个月之前吧，是不是就讲过？它在周线上出现了回踩龙门线，那么这里有可能是周线的中期低点。所以每次呢做交易的时候，日线还有周线其实都同样的逻辑，只是级别不一样。就日线其实也有这种图谱。价格走势只要在龙门线上运行，它就是一个中长线以上的趋势，中长线的趋势不太容易被改变，改变的概率很低很低。所以只要这个股票不是说出现了很明显基本面逻辑上的一个问题，正常来讲，它的对于周线的龙门线回调，很多时候是一些大的行情的启动点。所以包括这次也是一样的，回踩到龙门线附近啊，回踩到龙门线附近，那这附近如果日线有买入机会反转结构，那其实可以去博弈的。这些都是中线的投资者可以去关注的一个买入信号。而现在呢，在日线上是不是走出来了价格走势的一个中期反弹啊？因为它在周线上回调周线的支撑，所以周线引发中线的日线反弹也很正常。好，这波反弹也到了龙门线啊，正常来讲，一波超跌的走势反弹到龙门线就是极限了，所以接下来要关注啊，微软突破龙门线后的状态。
突破之后如果快速就收阴跌回啊，那这个肯定是突破无效了。那龙门线突破无效就要预防它往下走再次的中长线下跌啊，这个时候就要有所减仓。不过这个概率阿哲认为啊应该不算很大啊，你可以留有底仓，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下，后续大概率还是有机会站稳的，因为周线的位置是比较低的。所以当下我们关注下周一啊，因为突破龙门线也是看2根 K 线啊，2根 K 线突破站上啊，只要后续不走弱，龙门线不被有效跌破，等到飘带往上推高，那基本上就是另外一个啊相对比较漂亮的一个走势啊，到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跟踪。所以当下呢，就是肯定不能说在这里去买了，因为在周线上虽然还是低位，当日线上呢，它毕竟是走了一个加速。那么目前的龙门线是在 448.018， 它还没有进入黄 K 啊，所以这里还好。下周一看一下会不会进入黄 K。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 MSTR 呢跟 Coin 等一些个股啊是一样的，它受制于这个币圈的一些货币，它也是超跌了，是吧？刚才我们说了比特币、以太坊，所以相对应的 Coin 和 MSTR 其实也走到了一些超跌的位置。像 Coin 呢，我们在盘前广播说过，是类似于有扭转出现了。那么 MSTR 我们上期视频也讲，它是蓝 K 连续之后啊，出现了反弹概率比较大，所以在蓝 K 消失，然后反包之后，目前可以看什么？先看个反弹，因为它的龙门线是向下的，它呢也是跟微软一样，从一个底部的白 K 往上推到了这个龙门线附近，而后不能突破啊，所以走出了继续下跌。所以你要预防干嘛？它就是这一波反弹可能结束了，中长线的压力还在，那这个时候它如果不能够站上龙门线，那每一次是不是都容易是往左低去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看个反弹啊，反抽，除非它这波反抽力度很强，飘带挡不住，龙门线也挡不住，重新往上，那这里啊就是延续上升结构，那时候啊有得看。现在还不行，现在飘带还是一个黄飘带，所以先看一个压力，也可以作为买点，因为是强势底分型，可以做一个反抽。压力是 167.303 和 175.443 啊，如果真强势，这个地方是不应该啊有太明显的压力的。现在个股来看到 Circle 啊 ，Circle 的逻辑也是如此，目前也是蓝 K， 上一次呢蓝 K 的买点也不算是特别严格，因为运线没上破，所以损了一次，但关系不大啊。蓝 K 产生的地方刚好也是龙门线支撑的地方，好，蓝 K 飘带和龙门线都 OK 的位置出现了买点，所以这里呢是再次的买入信号。上期我们所讲的伏击缺口的地方，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位置回补缺口？有止跌强势的反馈，所以这个缺口呢有那么一些牛市特征产生啊，所以前面这个缺口是没有被回补的，这是不是一个牛市特征，或者说强势趋势的特征？而中途呢有一个缺口被回补了，但为什么这个缺口被回补它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它这个缺口啊，它只是一个震荡时出现啊，震荡时出现，所以这种震荡时出现的缺口和趋势产生时缺口还不太一样。它这种缺口是不是在黄色飘带下啊？所以整体呢本身就是空方比较有优势的阶段，而紫色飘带的缺口这个地方是没有回补的。当紫色飘带的缺口被回补的时候，就是这一个缺口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风险。所以现在它还是紫色飘带，而紫色飘带呢，当前的上行的缺口其实就只有它啊，所以这个缺口它是作为本次的上涨趋势啊还算强势的一个佐证，回补了这个缺口。止跌回踩龙门线往上走，这个飘带不能转黄色啊，或者说不能说产生压力，那么这个趋势虽然说不算很强势，调的有点深啊，但还是可以往上看的。好，所以价格走势呢，我们看一下飘带，飘带呢 112.976 112.674 啊，最好能够站上，而不要收压力。如果这里有压力出现反包阴线，那这个地方就可能会墨迹一些，不太好。现在这个股呢，我们看到礼来。礼来呢还是延续这个飘带的一个力度往上走，基本不给太多回调的买点了。就前面的这个震荡，如果不买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好买的，就只能追涨买啊，不阳包阴是吧？或者说多方炮去买，但这种买点就不是很好，只是追涨的买点。好，价格走势目前是越过了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影线区间，而后它的空方力度不太强势，反而直接过了左高，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形成什么支撑。所以价格走势在这里震荡也好，怎么样维持上涨都行。飘带往上走时和这个影线将容易有重合，到时候如果这里是一个回调，那其实是会给到一些加仓机会啊。目前来讲，它还在这个影线找支撑，如果影线有支撑而后产生反
到时候也算是一个追涨买点但都是追涨买点最好能够调一调，因为它这边单边走的太急了前面这个震荡之后走了一波加速，这波加速走到这里，趋势呢也容易衰竭，所以在这种随时可能衰竭、寻找支撑的地方，你去做加仓买入，它的风险性肯定不如之前低位我们所提示的机会要好一些，还不如等它做一波回调之后再去看不然的话这一波加速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涨。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MD 的话是走了一个飘带的回调，而后出现了一个再启动新高之后呢，跟指数一样的环境出现了一个黄色的 K 线，甚至呢有一个逃跑小人。好，那么 K 线出现线之后，我们把低点一样的设置一个防守位，所以你看一下你手中股票有没有这种黄 K 出现，有的话设置一个防守如果保持黄 K， 那就往上推动，往上设置。前期这一波回调之后的买点出现之后目前进入黄 K， 那我们就好好的设置防守。当然，其中之前这里是有一次减仓机会的，因为它是一个负线嘛，乌云盖顶，减仓之后下一个减仓点止盈点就是黄 K 了，黄 K 跌破，那么就直接短波段离场就是了。所以如果您目前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主角去安装，看一下您手中股票是否有这个黄 K 产生。黄 K 出现的位置一旦消失，就注意了是否有反包产生。如果阴线反包出现，是要减仓是要离场的。当然，如果它跌破力度不强，也可以认为它的调整会震荡发生，或者说还有上空间。而下一只个股就是英特尔英特尔不太好的地方是它没有新高它回调之后走的是一个徘徊震荡，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反包的阴线新高之后有新低，还是一个日内的破位行为，这种地方其实理应要减一部分仓位。而后呢，我们再去看这个缺口的地方，曾经呢被快速回补产生低点向上，而目前有再次挑衅的一个动作，所以如果收阴线把缺口跌破，那其实大概率这个低点守不住。那这一波回调买点其实走到这里，我们是可以干嘛呢？提前离场，没有必要等它去打止损，而可以再看一下是否有效跌破飘带，再去寻找再次的一个买点所以目前这里它的空方力度有点增强，看缺口是否能够守得住，守不住那就继续减仓，守得住等后续再次止跌再看加仓机会。而后就是 APP 了它呢也是跟微软一样走了盘整震荡收敛之后在最近出现了一个加速之后它产生了对于龙门线的突破一根突破两根，而后还能往上突破走出了黄 K， 所以这里对于龙门线突破大概率是有效的，那么龙门线就可以看作形成了一个支撑而不是压力了。那这里就有机会是什么？在龙门线之下形成了一个黄金坑类似呢跟特斯拉之前那样子。那么这个飘带只要往上推动，那就去关注我们之前呢是有看过，这里是一次回调买入机会，而后呢走得太弱了，就没有必要去再反复的加仓买入。当下这一波呢就顺势看就行了。如果黄 K 出现跌破，那就寻找下一次龙门线的回踩或飘带回踩的一个加仓机会目前趋势上来看呢，中期的一个调整在这里结束的概率极大，那么这里就看中期的回调结束，然后再启动吧。那么龙门线的价格是在 539.355 可以关注这个价格。当然黄 K 如果不破，那么之前的仓位其实没有必要减可以继续持股。而后我们来看到半导体上被做多半导体上被做多，它是黄 K 消失过后走了一个关头的阴线，而后出现了负阴线。这一天是关头阴线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最高最低，它的开盘和最高是相等的 242.66 关头阴线，而后是负阴线，所以这里要做减仓，后续只有收阳突破风险才算结束所以黄 K 之后呢不一定说非要跌破有些负阴线也可以做减仓。黄 K 明显跌破你再做清仓了结这一波回调的买入短波的利润也是可以的。而目前黄 K 没有有效跌破，那么可以维持半仓，收阳线突破关头阴线可以做加仓追涨，当然也可以不做继续呢保持合理的仓位去博弈后续的加速就可以了。所以目前这里就是持股待涨阶段，不跌破黄 K， 剩下的一些仓位也可以持有，但加仓的话最好等待突破关头阴线。下一个个股我们来看到 Meta 呢就是黄色飘带，然后龙门线向下，所以当下不能说它的趋势就反转了，这里呢也有可能是中期的一个反弹而已，所以龙门线作为压力在这附近产生，至少飘带要转为紫色，回踩不跌破往上去推进突破龙门线否则它就还是保持龙门线附近，你不太适合去做更长远的布局
啊，这个地方就还是一个风险。龙门线的压力很近，目前是649.776啊，然后底下要不跌破飘带转紫色再看趋势啊，当下只能看短线是一个反弹，所以上方的一个飘带的支撑619.033啊，最好不要跌破，走一个当阳不破转紫带，而后再寻找再次的启用买点会比较好。而如果直接跌破飘带，那就还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走势。下一只个股看到 RKLB 啊 ，RKLB 其实目前就是顺势往上看了。当下呢，它有一个吊颈线啊，吊颈线的话，你也可以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短期的高点的可能性比较大。吊颈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支撑，当然这里其实支不支撑无所谓啊，因为走到这里其实早在之前有一个蓝 K 突破时就已经有了很多利润，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不管它走多高啊，在这种黄 K 消失，你可以设防守位，收阴线跌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做之前的止盈了啊。这附近呢，因为离这个飘带很近啊，所以如果你是要找买点时啊，哪怕这里跌破了，只要在这个地方能够止跌收阳线，其实也可以做第二波的看。但因为它走的这一波有点长，所以这里有可能是反弹啊，所以这一个地方再参与的话，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啊，有机会有不错的阳线出现啊，是可以的。它也算是一个很标准的，基本上近些年来啊，只要回到龙门线啊，就容易有中期机会，是吧？回到龙门线，中期机会，回到龙门线，中期机会，它走的这个形态啊，比特斯拉还标准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多关注一下啊，每次回到龙门线啊，未来都可以看。这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它的走势目前就是新高之后走震荡啊，它的趋势还是比较强的，但它就是属于比较乱，技术面上呢不算特别漂亮，它的飘带是由宽变窄了，飘带的一个动能其实就是多空的力量，目前的趋势是向上的，所以止飘带，而趋势向上过程当中飘带变窄，就说明它虽然是上升趋势，但这里的趋势呢比之前是要弱的，所以飘带变窄了。那么当前呢一直走阴线啊，阴线多阳线少，对于趋势来讲，它的力量肯定是空强于多，所以又不断的冲高回落，所以这种地方呢，你要走买点啊，最好是新高之后走仿包，把这种负阴线给突破啊，去走这种趋势上的加速，然后去做一个加仓买点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不存在 K 线之前这个地方的回调买入。这种情况下其实要减仓，因为它这个是负阴线嘛，飘带又在减弱啊，所以你这里做减仓是 OK 的，然后再出现强阳仿包走这种台阶的日内突破的时候你再去看涨才可以，否则这种位置在日线上它走得太乱了趋势呢是有点走弱了。我们再看到周线上，周线呢它是一个之前的周线蓝 K 出现上涨之后有个黄 K 高点做压力，低点做支撑。这一根黄 K 呢是在5月8号的那一周所以低点没破往上推动，那我们就周线上风险倒是还没有产生，只是呢它这里支撑被试探了几次，还是顺势向上的所以周线倒是问题不大，只是日线走的比较弱。下一只个股大家看到 PLTR 最近但是走的一个强势的反弹，还是反弹，因为龙门线是在向下的，就跟 Meta 的一个走势可以类似只是 Meta 它至少碰了很多次这个龙门线它呢是准备首次去碰，在持续的黄色飘带之后，目前出现了一个变子，连续性的强势走势下的变盘的动作，它容易是一些反弹的高点就类似于这个变，就股价走势很强，引发了飘带由一个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但这种动作，如果它只是一个反弹，一般来讲这个变的地方就基本上是高点附近了。所以当前有一个缺口，有一个变，准备转为紫色飘带，因为这一次走的形态比较强势，离龙门线比较近，所以未来呢往下回调时，如果能够不补缺口然后飘带转紫变宽那个时候可以去做回调买点，而这个时候呢，哪怕它走得很强势其实没有必要去做这种标的去追涨，因为它整体的趋势并不好看，龙门线目前在160，龙门线目前在160.995，靠得比较近所以本身趋势不好看的情况下，快速的出现上涨，这种是很容易套人的。真正能够从这种趋势很坏直接 V 转上去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别指数目前的位置也不算低。下一个个股我们再看到美光，美光的话是出现了黄色 K 线这一次紫色飘带它出现了连续3次黄 K 吧，
是吧？之前这里有这个黄 K 啊，然后呢没有去跌破，这里的黄 K 后续也没有去跌破，目前黄 K 那就依旧是一个防守位，所以黄 K 如果消失，那么小心这个破位，一旦破位就看对于飘带的回调。如果飘带回调较强，甚至缺口直接实体阴线回补，那就小心是一个中期的回调，因为它目前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中期的回调价格走势也是黄 K 了，所以这里呢要设移动止盈设防守，而不是追涨点，而不是买点。下一只个股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也是黄 K 它这一次回调跟英特尔一样，还没有新高，所以这种回调之后迟迟不新高的走势，又有黄 K 出现，就小心它如果是往下破飘带，那么就有机会只是一个反弹，往下要去看中期回调。所以黄 K 的低点是5月28号的低点267.44做防守，不破往上继续看新高，破了就注意了，这波回调买点应该以盈亏平衡去离场。而后来看到 AOI 的话呢，像是一个回调买入的一个失败案例，当然它这个回调买入不算特别强势，这也是之前讲过的。像这种股票呢，它已经走了很多次的连续性的中期回调之前的一个上涨之前这一波上涨出现过一次中期回调，中期回调就是蓝 K 反包之后不能够新高，然后继续的下跌一般来讲是多波的这种回调，跌破飘带的回调容易是中期回调，所以在一轮连续性回调之后都走出启动的短线回调之后，要预防一次中期回调，所以这里呢是一波下跌反弹之后再次破位，所以这里呢是一波中期回调。所以价格走势目前这种中期回调你无法去发现它的目标是哪里，但正常最大的目标是往龙门线，其次呢是飘带的无效跌破。如果飘带是无效跌破的，那么在下周应该要有强烈的反包阳线出现，那个时候呢就是一次升幅中期回调的一个买点。而如果没有那种阳线产生，而飘带呢反而走出了这种紫色变黄色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空间就要往下继续推了所以这里呢已经不能够轻易参与，只有等下周出现强阳出现反包才可以。像 LITE 也是一样也是呢一个长时间不走中期回调的股票，那么短期买多次之后就一定要小心了。所以这一个蓝 K 反包之后往下调，它目前还没有跌破止损，因为止损呢是左边这个低点我们作为防守，当然你用蓝 K 低点也行，蓝 K 低点也没有破，但它这一笔的交易呢失败概率是不小的啦，因为它出现了连续破了一次飘带，又反弹又不新高，又往下破飘带，然后低点往下推黄色飘带，所以这里哪怕还能反弹一下，黄飘带只要有压力基本上这种走势就是往下推动的中期回调所以这种它的风险性会变大。我们看一下黄飘带目前的压力，它的目前的上下沿是 925.605 和 935.486。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SOFI， 那么它呢也跟皮尔 TR 类似在一波相对长时间的沉静之后很多股票强势上涨，他们都没跟，而最近呢出现了这种启动异动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当前对于指数的一个环境呢，定义也要小心一点因为有些股票呢长时间不动，而现在突然之间启动，有可能是一些资金开始有撤离的可能性，或者说换地方的可能性它呢比 PLT 就更差了，因为它离龙门线太远了，22.75是龙门线的距离，所以它呢可能是回补龙门线一半的可能性。价格走势目前没有变，而是黄 K， 黄 K 产生设防守所以如果您是持有的就可以设防守，如果没有持有的没有必要去追这种股票因为它是在龙门线下的晚的反弹不像强势股票，只是最近难得走强而已。但这种走势呢一般就容易让追涨的人被套所以没有必要去参与这种股票。以上是5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